我们接着学习氧化磷酸化，探讨生物氧化释放的能量如何储存在 ATP 中。生物体内 ATP 的生成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称之为底物水平磷酸化，另一种则是氧化磷酸化。底物水平磷酸化直接将高能磷酸底物上的磷酸集团转移给 ADP， 形成 ATP。氧化磷酸化形成 ATP 的过程与电子传递链相偶连，利用电子传递过程中释放的能量驱动 ATP 的合成。氧化磷酸化是需氧生物合成 ATP 的主要途径。现在呈现的是3个底物水平磷酸化的实例，比如1,3,2磷酸甘油酸在3磷酸甘油酸激酶的催化下，将高能磷酸集团转移给 ADP， 形成 ATP 的过程。磷酸烯醇式丙酮酸将高能磷酸集团转移给 ADP， 形成 ATP 的过程。氧化磷酸化即电子传递链偶连的 ATP 加磷酸形成 ATP 的过程，是需氧生物合成 ATP 的主要途径。其中氧化指底物脱氢或失电子的过程，磷酸化指是 ADP 加磷酸形成 ATP 的过程。实验研究表明，抑制呼吸链便会抑制 ATP 的形成，相反，抑制 ATP 的形成同样会抑制氧的消耗，因而电子的传递过程和 ATP 的形成过程是偶连的。一对电子传递给氧形成水，可以生成多少 ATP 呢？我们常用磷氧比这个概念。所谓磷氧比，是指每消耗一个氧原子可产生的 ATP 的分子数。实验测定结果表明， NADH 通过呼吸链完全氧化的磷氧比为 2.5， 而 FADH2 完全氧化的磷氧比为 1.5。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进行计算，一分子泡糖彻底氧化分解可以产生30到32个 ATP。 关于氧化磷酸化的实现过程，我们会面临2个疑问，一是氧化的过程如何偶连磷酸化的过程，二是 ATP 是如何被合成的呢？米切尔提出的化学渗透学说获得广泛支持并被证明。该学说有2个要点，其一是电子传递过程中复合体1、3、4具有质子泵功能，释放的能量形成了跨膜质子梯度，质子回流时驱动线粒体内膜上的 F1、F0 ATP 合成酶，催化 ADP 加磷酸形成 ATP。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电子传递及其伴随的 ATP 形成过程。清楚了电子传递和 ATP 形成的偶连机制后，我们需要明晰质子内流的过程如何驱动 ATP 的合成。首先，我们需要明了线粒体内膜上的 F1、F0 ATP 合成酶复合体的结构。该酶包括 F1 和 F0 2部分， F1 形成直接参与催化的头部， F0 则形成嵌入膜中的基部。 F1 由阿尔法3、贝塔3、伽马、德尔塔、伊普西尔5种类型亚基组成，为酶复合物的球状头部，包含酶的活性中心，伸向线粒体基质一侧。 F0 贯穿内膜，还有质子通道，由 A、B、C 3种亚基组成，其中包含1个 A 亚基、2个 B 亚基和8到15个 C 亚基。质子回流通道位于 A 亚基和 C 亚基的作用面。美国科学家 Boyer 提出了旋转催化假说，英国科学家 Walker 通过晶体结构证明头部集团中的贝塔亚基具有不同构象，为旋转催化
提出了证据。他们共同获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质子流通过 F0 的质子通道时，会导致头部的转轴伽马和伊普西尔亚极的转动，其转动会导致三元对称的阿尔法3、贝塔3头部构象发生周期性的变化。蛋白质构象的周期性变化驱动了 ATP 的形成。下面我们演示一下 ATP 的旋转催化过程。ATP 合成酶催化下 ，ATP 加磷酸不断合成 ATP， 必然导致线粒体基质中 ATP 和磷酸的含量的降低，因而需要不断的将合成的 ATP 运出线粒体，而将 ATP 和磷酸运入。在线粒体内膜上存在 ADP-ATP 反向转位酶，可以将 ADP 运入，将 ATP 运出。同时膜上还存在氢离子磷酸根同向转位酶，可将磷酸集团转运入线粒体。生物氧化和氧化磷酸化主要在线粒体内进行，但是有一部分的 NADH 在细胞液中生成，这部分 NADH 要通过电子传递链和氧化磷酸化产生 ATP， 需要先将其运送到线粒体内。动物细胞内有两个穿梭系统负责 NADH 的转运，一个是三磷酸甘油穿梭系统，主要存在于鸡细胞；另一个是苹果酸穿梭系统，主要存在于肝细胞。现在展示的是磷酸甘油传输系统。细胞质中的三磷酸甘油脱氢酶催化 NADH 的氢转移给磷酸二羟基丙酮，形成三磷酸甘油。后者在三磷酸甘油脱氢酶的作用下，将氢转移到内膜中的 FAD， 并经呼吸链彻底氧化，产生的磷酸二羟基丙酮又返回到细胞液中，参与下一轮的穿梭。通过这种穿梭，一分子 NADH 最终产生 1.5 个 ATP。现在展示的是苹果酸天多氨酸穿梭系统，该过程需要两种谷草转氨酶、两种苹果酸脱氢酶和一系列专一的透性酶共同作用。首先，细胞液中的 NADH 还原草酰乙酸形成苹果酸，然后转运蛋白将其转运入线粒体，经过苹果酸脱氢酶的氧化，生成草酰乙酸和 NADH， 后者随即通过呼吸链进行氧化磷酸化，而草酰乙酸
则在谷草转氨酶的作用下形成天冬氨酸，同时将谷氨酸变为阿尔法同位二酸。天冬氨酸和阿尔法同位二酸通过转运蛋白进入细胞液，再由细胞液中的谷草转氨酶催化形成草酰乙酸，参与下一轮的穿梭运输。同时，阿尔法同位二酸呢生成谷氨酸又转运回线粒体。通过这种穿梭，一分子细胞液中的 NADH 转换为一分子线粒体内的 NADH， 最终可产生 2.5 个 ATP。 比磷酸甘油穿梭可以获得更多的 ATP。 生物体不断的合成 ATP， 也不断的消耗利用 ATP。 为了量化细胞内的能量状态，阿克森于1968年提出了能荷的概念，用以表征总腺苷酸中高能磷酸极的数量。能荷随 ATP、ADP、AMP 三者含量的比例而变化。通常情况下，细胞内的能荷在 0.8 到 0.9 左右。能荷能反映细胞中的能量状态，能荷也是调控细胞代谢的重要因素。当能荷高时，细胞会抑制生物氧化，相反，当能荷低时，则促进生物氧化。前我们谈了呼吸链的抑制剂，还有一些抑制剂，它们并不抑制氧的消耗，但会抑制 ATP 的形成，其中包括解偶联剂、氧化磷酸化抑制剂和离子载体型抑制剂。解偶联剂可使电子传递与 ADP 磷酸化两个过程分离，使电子传递所产生的自由能以热能的形式耗散。解偶联剂增大了线粒体内膜对质子的通透性，消除了质子的跨膜梯度，因而无 ATP 形成。如图所示，解偶联剂 DNP 结合质子穿梭消耗了已形成的质子梯度，抑制了质子梯度驱动的 ATP 合成过程。氧化磷酸化抑制剂同时可抑制氧的吸收利用和 ATP 的形成，却不抑制 ETC 上载体的作用。例如寡酶素可与 ATP 合成酶 F1 的 OSCP 蛋白结合，阻塞质子通道，抑制 ATP 合成。离子载体抑制剂能增大线粒体内膜对一价阳离子的通透性，破坏膜两侧的电势梯度，最终破坏了氧化磷酸化。离子载体抑制剂与解偶联剂的区别在于，结合的是质子以外的其他一价阳离子，例如缬氨霉素结合钾离子，短杆菌肽结合钾离子和钠离子等。电子传递链和氧化磷酸化是需氧生物产生能量的主要方式，是生物体内能量转换的关键环节。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同学们再见。